1984年的盛夏，天才漫画家鸟山明决定完结这个搞怪少女阿拉蕾的故事。Jump 应允了其要求的同时，希望其能在3个月后重新发表新的连载。于是，对中华文化非常喜爱的鸟山明决定借壳《西游记》，并融合上自己最爱的功夫电影的技法，准备连载一部以寻找7颗龙珠实现愿望为主轴，带有西游人物特点的搞笑冒险漫画。于是，在1984年的11月20日，小悟空在周刊少年 Jump 上遇见了布尔玛，冒险就此展开。想咨询一下当事人啊，出道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心情呢？已经忘记了，没想到已经和大家认识40年了。时值龙珠单行本发行40周年之际， V-Jump 推出了纪念款的 SHF， 也就是这款还原了龙珠单行本第1卷小悟空骑神龙造型的套装。其实很久前知道要出这一款消息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关注了，产品上个月就已经发售了，但是价格破千有点离谱，最近回落到800以内，感觉有点忍不住了，就买回来跟大家开箱看一看。只能说这一次的周年纪念真的是很用心啊，这个单行本封套的细节做的真的是又还原又精致，从这里就能看出这一次的玩具做的肯定是很用心了的。当然内包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了，一如既往的开窗和产品展示图，这里就给大家简单的转一圈吧，赶紧来开箱内容物。这一次的盒子真的是厚的超出想象啊，可以看到内容物就给了3层，塞得满满当当的。地胎、本体配件还有神龙，就定价来说的话，这个分量其实是有点超出我的想象的。那这里想来采访一下 Moto Okamoto 桑，制作本次商品的契机是什么呢？从小学时代就沉迷于原作的漫画，这次40周年之际，想要推出一款能让粉丝和角色共鸣的产品。如果能把一个经典的造型以 SHF 方式立体化出来，那肯定是18拉系的。那请问制作时最费功夫的点是什么呢？那必然得是可动与造型的平衡了。因为是小型的角色，在有限的尺寸下加入可动，确实费了一番功夫呢。那有一说一啊，这次的小悟空可动确实有点出人意料。我原本以为这个比 GT 小悟空还小的体型啊，以及更加圆润的这个四肢，估计给点普通可动就完了。但事实是，确实有下点功夫。首先低头能有接近45度，抬头的幅度更是超过了45度，脖子也给了可动，左右的歪头幅度稍差，但也接近30度。对于这个二头身来说，非常的优秀了。360度的转头也没有问题。大臂根部通过一个转轴关节可以做这样的前伸，向后也没有什么问题，这样就能方便的摆出龟派气功了。正常的大臂360度大风车也是没有问题的。侧平台不到90度，大概75度这样。另外大臂根部是给了内部360度平转的。小胖手的曲肘也就正常的90度的范围。另外手腕也是有15度左右的活动空间的。腰部的可动是最让我惊讶的，这个胖胖的小身子竟然能做到45度的前倾，我本以为这个腰部根本就没有给什么关节啊，另外后仰也能达到30度左右，真的是非常的优秀。左右的侧摆稍微差一点啊，但感觉也有15到20度。最后360度的腰部平转是毫无压力的，不过这个绑带的蝴蝶结容易掉。前踢可以达到稳稳当当的90度，后踢也是60度左右，毫无压力。侧踢更是接近90度，不过大腿根部就是一个球冠，没有平转的结构。这个小胖脚的屈膝也只做了单段的90度弯折。最后这个脚掌就是一个单纯的球冠连着脚踝，前后左右都只有30度的摆动范围，当然也有360度的平转，就这个体型来说也算是够用了。最后还有这个赛亚人弱点的小尾巴，也是根部一个球冠，不过可动范围倒是很不错。可以看到，除了曲肘和屈膝，这只圆滚滚的小悟空可动甚至超越了不少的6寸，而且这应该是市面上唯一比例正常的幼年悟空。在体型拿捏如此到位，关节也几乎没有切割感的情况下，做到这个水平真的是很值得表扬一下。毕竟在原型制作时进行了反复的推敲，根据原画进行了多角度的造型设计，同时又给可动预留了空间。这一切都是怎么做到的呢？首先是由 Okamoto 桑提供企划案，东泽博之进行无可动原型的初雕刻，接着是加藤连在电脑上绘制 CG 原型，这一步就会确认好表面细节和可动预留。接着是 Celo 桑将 CG 还原成可动的原型灰模，这一步的过程可能会反复的修改，一切妥当后才会确认最终上色与细节。确实是很复杂的呢，所以才会把你还原的那么好看的呀。另外说到还原呢，这里就不得不提到这一次小悟空的配件了。Okamoto 桑确实是找了很多当年漫画的画面去还原的，包括这个剪刀石头布的拳法、双手拐的武器，这些后面就几乎见不到的内容了。可以说配件做的是非常之良心的。
2个拐的末端可以把手持部分的盖子给取下，这样就能把手给套进去了。这么小的小配件做的也真的是很精细啊。另外，悟空经典的红色金箍棒也是不会落下的。当然，这根棍子就没有什么细节了，唯一的细节就是依然给了背金箍棒用的收纳筒，另外棒子的部分也是可以取下来的，还原使用的状态。那棍筒的搭载也和之前是一样的，把头拔掉，然后举起一边的手，把绳子塞到腋下装进去就行了，也不会对可动造成什么干涉，效果是很不错的。另外很有意思的是啊，这个肚子上的这个蝴蝶结竟然也给了一个被动态吹起来样式的替换，这我是真的没有想到啊，做的这么细。而且不仅配件的种类丰富，配件量也很离谱。这个小胖手竟然给了7对不同的造型：开掌手、功夫的起手式、五指并拢手、剪刀手、握持手和握拳手，还有最下面这一对小爪子，不知道大家能猜到这是干嘛用的吗？其实这是小悟空的手指太粗太短了，要发龟派气功波就只能像这样浅浅的弯曲，真的是非常可爱的表现方式。另外，除了手型的分量很足外，面雕和发型也给了多种的组合。这个前面的刘海分件就给了2种不同的造型，不过光是这样拿着看，好像也看不出什么差别来。这里就带上面雕一起上下对比着来看。首先这个斜眼笑的表情啊，可以看到前发的细微差别。另外这次附属的3个面雕，神态的把握都做得非常的优秀。虽然有一点脱离了鸟叔的漫画感，但还原度方面还是非常的 OK 的。另外除了这3个面雕以外，这次的小悟空还给了这个面雕，这个不知道惊讶还是搞笑的脸型，主要是为了还原单行本第4卷的插画。只不过由于这个面部的造型和之前的几个脸型都是不一样的，整个脸更长了，所以原本的发型是无法适配的。所以戴哥还贴心的准备了一个适配脸型的发型头。虽然我觉得这多少有一点离谱了，我宁愿不要这个面雕啊，给我多来2个不同的发型，或者多给2个表情也好啊。现在给的这2个发型几乎一样，还不通用，实在有点鸡肋。这时候就有小伙伴会问了，讲到现在都7分钟了，最重要的神龙去哪儿了？别着急啊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地台。首先从背面把这地台里面的小盖板都顶出来，取下这3个遮盖的孔位。接着拿出我们这一次的支架，3朵小云彩。这一次的支架设计我愿意给满分，除了造型做了独特的设计之外，可以看到地台的插孔这里的豁口，每一根架子都做了防呆的设计，方便方位的固定，也不用担心找不到方向。而且这3朵云上还安装了磁铁，配合上造型的凹陷，在不使用插孔的情况下，就已经能把神龙稳稳的固定在上面了。妈呀，只能说万代终于是舍得用磁铁了。这只卡通版的小神龙也是把龙须作为单独的配件，连接处自然也是细心的给做了防呆的插孔，不用担心装错或者方向不对，感觉戴哥这次细心的有点不像戴哥了。不过比较可惜的是，这一次的神龙和之前的不同，只有头部这里可以像这样做一定的平转角度，整个身体上其实是没有任何可动的关节的，包括胡须。当然了，这样的好处就是完整的一体性，并且本次产品主打的就是还原插图，所以没有可动也完全可以理解。而且这次的神龙给了全涂装，这就比之前的成型色还有电镀色的神龙要好看不少了，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。但比较遗憾的是，这是市面上唯一的这个卡通造型的神龙，没有给可动，只能做这样的静态展示，可玩性就非常的局限了。想要去摆一摆组合的 pose 呢，就会很考验你的想象力。好的，那么以上就基本把所有的内容物都已经介绍了一遍了。最后的最后呢，我们给小悟空装上这个专用的透明连接件，然后拔下神龙的一段背鳍，这样就能让悟空骑在神龙上面了，还原单行本第1卷的封面。说真的，我本来以为是硬骑上去的，最后没想到还给了这样的连接方式，感觉戴哥这次的用心程度有点超出了我的想象。而且这个题材选的也确实非常的好，这个造型的小悟空和神龙也是之前没有出过的，所以肯定会有不少像我一样的胶老会去买，现货价自然也就会离谱一点了。但如果能以11000日元的原价买到的话，我认为还是非常值得的。好了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评测的全部内容了。那么本期就以这张最经典的还原动作作为结尾吧。长视频制作不易，大家记得点赞投币关注一下我哦。